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刀不是那么好当的。杨将军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读过杨将军年少时的诗。杨将军曾经写过：“白马领兵刀向北，横扫天关，报国恩。”杨将军可还记得？竟有人还知道这些。一个人是捞不干净泥潭的。官官相护，关系错解。裴公子出身寒门，裴家努力了多少辈人才走到今天，你比我更清楚这个道理。少年志气凌云，到最后总会发现，长者说的话总是对的。裴大人，就送到这里吧。终有一日，裴大人会明白老朽的意思。一个将死之人，同他说这些做什么？只有将死之人，才会告诉你他为何而死。你以后才会知道，如何才能不因此而死，如何才能让他人也不因此而死。这些你不早就知道了？活了40年，白活了。李荣，你总跟我说，你和苏荣清这样的人，没有真心，只有自己。但不是每个人在朝堂之上，都能因为心中的不忍，甘冒风险，给一个已死的罪人披一件衣裳。所以，并不是说出来的话，就都是真话。有些话虽然看似玩笑，也不一定都是假话。例如呢？再例如，我虽然看上去像开玩笑，但是我真的需要一笔钱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，管人要钱要的理直气壮的。我是想重建暗网，你现在给我多少钱，我往后都会加倍奉还。你看这生意做不做吧？你有什么事，直接去公主府找管家。说好了，线下我也没多少钱，资产不多，你别乱来。看来这上公主也不怎么样嘛。真不知道其他公主会不会更有钱一些呢？那你找其他公主去吧。哎给我，给我！哎，我知道我有些姿色，但你也别非礼我啊。你没脸没皮，你第一天认识我。抠东西。行了，公主殿下送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微臣要回去了。谁送你了？用我一个铜板也得给我记账，我要查账。李荣，说，要是有下次，我还是会挡在你面前。有个人护着，总是好的。微臣告退。殿下，走吧，去找一下父皇。
是。蓉蓉瘦了，那地方根本没法待，能不瘦吗？怎么还在怨朕？没有。儿臣知道父女同心，您若是能帮我，定会帮的。此番是杨家欺人太甚，父皇也是逼不得已。明月长大了，越来越懂事。这有什么不好懂的？裴文轩同我一解释，我就明白了。你和裴文轩关在一起吗？对啊，还好有他在，不然我一个人害怕死。你们也相处了一段时间了，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他挺好的，就像父皇之前说的那样。嗯。今日在殿上，朕没有给你和裴文轩指婚，是想着见了血不吉利。一会儿，朕让人将赐婚的圣旨送到裴府去。你日后嫁人立了公主府，凡事都要自己做主喽。那我不能住在宫里了。哪有一直住在宫里的公主啊？你日后嫁人，就要好好过日子。父皇打算将婚期拟在下月初3，你觉得如何？儿臣都听父皇的。父皇让礼部做了2套新的嫁衣，回头你去选一套。好。公子小心点，别滑啊！刚洒了水，这是。哎，慢点啊！大公子，佟大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大公子，奴婢等大公子快2个月了。今日听闻大公子回来，特意在这候着您呢。那个有啥事咱俩说，公子您回。等我做什么？大公子，2个月前您借的那辆马车，账还没平呢。并非老奴为难大公子，但凡事得讲个规矩啊。您看，今日您就把账给平了吧。行，说了再还来。多少钱？刚好20两。多少钱？20两啊！你怎么还涨价呢？啊！不，我跟你说，五公子刚从牢里边出来，你说这每个月的月俸，刨去必要的开销，就剩2两啊！人家我们1年行了，既然没钱，就别租这么好的马车，冲什么大个儿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！我们公子本来就是大个儿，狗眼看人低嘛，这不是？你骂谁是狗呢？你没钱你就别赶紧把钱给他。我没钱呢，没钱做什么？你等等，我大公子，圣旨，什么圣旨啊？宫里来的人，府里的老爷、夫人、公子全都过去了，好像有什么大事儿。公子，公公，裴家上下均已在此，您请。裴文轩接旨。跪。裴氏长子文轩，气资温厚，达时周才，亦深于江海，志轻于冰雪。朕公闻甚悦，兹特以指婚平越公主。裴大人接旨吧。那奴才回宫复命了。好，得了陛下的赐婚，好福气啊！啊！日后好生侍奉公主，切勿失了裴家的礼数，知道吗？散了吧。哼，好极了。文轩，你随娘来。皇上赐婚的事，你事先知道吗？知道。驸马可不好做啊。先喝茶，先喝茶。您先喝茶，
娘，这事儿呢，是文轩自愿的，这姑娘也是文轩自个儿求来的。你求来的？嗯，这好端端的求个公主为妻做什么？她人真的很好，等娘见到就知道了。你别安慰我了，你的脾气跟你爹一模一样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喜欢上别人？你的心思，娘能不知道吗？我拦不住你二叔去秦家胡说八道，招致秦家退了婚，都是娘害了你。如今你还在这里安慰我。哎呀，娘，文轩真的没有在安慰你，说的句句属实。这姑娘，我可是费了老大劲才娶回来的。你没有唬我？我哪能唬您呢？娘确实未见你因为思念秦真真而给她递过信。你对她总是规规矩矩的，人前什么样，在她跟前便什么样。这哪能叫喜欢呀？那照娘的意思，我得找个自己喜欢损的，才叫真正的喜欢。你会不会损他，娘是不知道。在你心爱的人面前，你这一辈子啊，都是小孩子。公子，佟大娘还是等着您呢。佟大娘，你马车的钱，过2天再凑给你。驸马爷，奴才是来给您赔罪的。奴才狗眼不识泰山，还望您以后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那马车的钱，您不用还了。哎呦，佟大娘，您快起来吧。您放心，公子不都说了吗？会给您的。谢谢驸马爷。不客气，驸马爷啊。抓紧时间，快点。挂的时候还没瞅回来就吃上软饭了。您是？这是公主有命，请同我进来领银子便是。是啊，行。不知道，这回知道要面子了啊。裴大人，这是公主殿下托我交给您的。陛下，臣妾煮了梨汤，您尝尝。有心了，免了。是陛下。恭喜陛下除掉了心头大患。朕已经下令，着你兄长接替李川，执掌西北。多谢陛下，兄长定会肝脑涂地，以报君恩。此番你兄长立了大功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同朕讲。臣妾确实有个不情之请。陛下虽请了苏家大公子为宠儿的先生，可臣妾听闻那苏家大公子自幼便不成器，所以臣妾藏私，可否将苏家大公子换为2公子？此事还要听听苏家的意见。陛下无需烦忧，若难办也就算了。不过你说的也有些道理，只是这朝廷之事，并非那么简单啊。父亲，何故叹气啊？你那个哥哥呀，又惹出事端了。何事？今日陛下若人传口谕给我，说是想把肃王的老师换成你。他们可有说是何原因？没有。可父亲却担心，此举乃柔妃刻意拉拢，而我苏家向来中立。父亲，可孩儿以为，那些都是旁人说的，只要我们自己不这么做，又有何惧？这么说，
你同意了？想不出什么理由拒绝。为父知道你一直瞧不上柔妃，还担心你会为难。王静啊，你比为父想象的要更成熟，更优秀啊！这2款婚服各有千秋，本宫一时难以抉择。既要结为夫妇，不如驸马帮我选一套。没事。秦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也不报平安。一回来就赶上阿姐的婚事，本想着此事一了就去找你的。秦小姐，军中诸事尽在掌握之中，令兄一切安好，你可安心。出去一趟，倒是沉稳了些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特意从边关带回来的玉石，着能工巧匠雕琢成此物，想着送给你，你喜不喜欢？刚到你沉稳，又开始玩物丧志了。走，跟我说说战场上的故事。走。写的挺快啊。夫人，你倒是躺下，那我睡哪儿啊？你爱睡哪儿睡哪儿吧，我太困了。哎，你要不也上床睡吧？这不太好吧？那算了，懒得管你，爱睡哪儿睡哪儿吧。不是，这新婚之日，人多眼杂，我这么贸然出去寻找贝亲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那睡这不得冻死啊！不管了。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回来，过来，坦白从宽吧。殿下想让微臣坦白什么呢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苏荣卿今日为何来迎亲？我还以为殿下有什么特别的事呢。毕竟今日是殿下的成婚之日，我只是想让殿下高兴一些。你让我高兴啊？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明知道我之前是被苏荣卿杀的，你还让他来接我，你羞辱谁呢？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？哦，在你心里面我就是这样的人呢？你在我心里，你在我心里是大圣人、真君子。你这是一小，
我不跟你计较了。我是觉得，殿下之前和苏荣清有缘无分，那这一次或许可以重来。你让我重来我就重来啊，凭什么？你心里面不是还在意苏荣清吗？算了，要说不在意太虚伪了。但是你我已经成婚了，再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。我知道，你是害怕苏荣清跟从前一样，权势重于你，家族重于你。嘴上说着理解他，不怨恨他，但实际上呢？殿下若当真不怨恨他，为何不从一开始就选择他呢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成婚之前，我跟苏荣清聊过。我问他，若是妻子和家族产生冲突，他会选择谁？看谁有理，我便站在谁那边。苏大人说的是，在下告退。苏大人，裴大人，还有何事？裴某尚有一事相求。苏兄应当知道，裴某家中境遇。迎亲之日，裴某不欲让他们出面，所以斗胆请您代我迎亲。裴大人，说笑了。苏兄应当知道，公主嫁给我是权宜之计吧？我与公主的婚事只是一场交易罢了。那为什么是我？裴某以为苏兄是想保护公主的。可我该以何身份去应答？我的义弟，如何？荣清见过义兄。所以啊，苏荣清并不像殿下想象中的那样，他心里还是有你的。你也别总觉得自己老，你现在就是18岁的样子，这大好年华，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赌上呢？我问你一句，方才苏荣清过来接亲的时候，你就当真没有一刻想过与他成亲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且不论你刚才说的那些话真实性有待商榷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们俩现在已经成婚了，日后我们俩和离，即使我贵为公主，那苏家也不会容许她娶一个2家之女的。这一点放心，微臣已经替殿下拟定好了方案。稍等。当时秦公子将3名敌军大将斩于马下，敌方军心涣散，我方乘胜追击，行至峡谷之时，一声哨响，有埋伏。后来呢？你们用什么办法杀出重围的？那我可得给你好好说说了。微臣将这个计划分为4个步骤。第1个步骤，知己。殿下首先得明确自己的立场，搞清楚自己内心对苏荣清的感情。第2，知敌。我们得弄明白苏荣清对殿下的感情，这一点交给我，我会提前跟苏荣清打好关系。第3点，纵敌。我们得让苏荣清知道，我与殿下只是盟友关系，他呢还是有机会的。第4点，便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情敌。微臣会替殿下与苏荣清创造一些机会，让殿下与苏荣清有一些往来。
以殿下之能，区一个苏荣清，那不是手到擒来吗？你还真是替我安排周全啊！不是微臣安排的周全，是以殿下这容貌、这身姿、这脾气、这性情，天底下的男子，只要殿下想要，谁要不来？区一个苏荣清而已，难吗？你这说来说去说了这么多，真的假的呀？我都要信了。你可以不相信微臣这个人，但是殿下不能不相信自己啊。是。你刚刚说的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，让我恍然大悟，如醍醐灌顶。不如这样吧，既然你替我这么操心了，那从今天起，你的婚事我也报了。你与秦二小姐当年也是天公不作美，如今重来一遭，你难道不想鼓起勇气奋起直追吗？哎呀，不必，我与秦二小姐这样怎么行呢？你这么替我操心了，我哪好意思不替你谋划？不是，如果你再推脱，我可就要怀疑你撮合我跟苏荣清的真实目的了。殿下说的有道理，只不过当务之急是殿下与苏荣清之事，我与秦二小姐之事真的不急。那我与苏荣清之事也没那么急。行，那睡觉吧。你别出去瞎转悠了，在这儿睡吧，免得被人发现。我们俩还真是挺逗的。你说，风风雨雨20年，这夫妻吧，不是夫妻；同盟呢，又算不上纯粹的同盟。一面揶揄对方，一面又想着对方好。你说哪有你这样的？成婚当日，却想着为对方谋划与其他人的姻缘。你说咱俩这算个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希望殿下在成婚之日可以高兴一些。要是殿下看得起我，可以把我当个哥哥。别，我可没有找哥哥的爱好。那随便你。不过，我们俩现在应该可以算得上闺中密友了吧？闺蜜啊，怎么样？不行。闺蜜，闺蜜，别恶心我。晚安，闺蜜。天亮了。我光顾着讲战场上的事了，殊不知讲了一夜。是我的不是。没有，主要是聊得太投入了。自家父阵亡，我长留京师，迄今已阔别边关5年，一时话多了些，您别见怪。一会儿我就先告辞了，以免让人撞见，被人误会。那倒无妨。若你还想听，我继续讲给你便是。以后我们还可以一起上战场，秦小姐的武艺正好有了施展之地。华金女子以清瘦为美，像我这样常年习武的人，都被斥责粗鄙不雅、不伦不类。您会如此认为吗？当然不会了。论英姿飒爽者，华京城中唯有一人。谁啊？秦真真。太子殿下果然会宽慰人心。
那我先走了，后会有期。秦小姐，我吩咐门房从后门送你出去吧。以后若要见面，别飞来飞去了。我身边的侍卫都是高手，别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谁与你是一家人？我与秦将军情同手足，与你也自是家人。那我走了。我送你。